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能想到什么就去做，其实是蛮难得的。就享受独处，其实在这个时代是很难的。其实我一直以来觉得摄影就是一个找自己的过程，这个是我的观点。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就是人生的你的成长，不是说老师教你怎么做你就去怎么做，而人生的成长是在你经过思考犯错以后，你再去问老师，老师通过他的人生经历告诉你可能会这样，也不见得老师就是对的。这我老师都死了吧？你感受生活的低潮，对吧？你品尝人间的疾苦，你的东西是有厚度的。因为其实生活才是所有的根本。我那年轻人做艺术，命中注定的。下雨，一个是下雨，下雨就很多人都不会开车了，真的。好嘞，然后1、2，你不是应该从外面走进来吗？需要走进来吗？不用啊，我看你之前采访他们不是要走进来吗？只是因为前面没有前导花絮嘛，我们刚才不是拍了一些前导花絮嘛，头发还可以吗？漂亮。OK， 大家好，我是小袁同学。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我们黄甫老师的家里啊，他的不是家里边，来到了他的这个书房，来请他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我们来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首先，我们热情的欢迎黄甫老师。大家好，大家好。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啊来到这个成都，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空间啊。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室是吧？对，就是它是原先的老房子，然后改造的。但其实这个空间并不大，因为当时想着把另外一个空间也弄成书房，然后但是那个地方又放画材那些就没有去。所以这边是你的书房？对，但是我还有很多书在家里面，就是到处放书。啊，大概有多少书啊？就1000多本。对，加起来的话，如果要把杭州的那个书房加起来，大概会有一个2000、3000多本。你杭州还有一个书？杭州就是那个和别人合作的嘛。哦。对，就是可以去存一些书，拿一些书过来。哦，所以，因为你是做了老师，所以才喜欢书吗？还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拍照这件事情其实很难，所以说那我就选择多看，就买书来看，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你在网上去看图片会有一个局限性，不完整，对，而且它的编辑逻辑你没办法去统一的去看到。对，书它有一套故事，对，是一个整体，你可以看到摄影师的整体的脉络。你收集到现在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几本书？喜不喜欢，其实看要买它，那我肯定会喜欢它。但你会经常会遇到你打开以后，你发现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就是你拿到以后，其实看到整体以后，你会觉得少了一点意思。就最不会喜欢，其实我觉得喜欢的每一本都挺好的。每一本都对，就是没有最喜欢的，就是你会觉得当下这一刻你觉得很好看，但过一段时间你又会觉得另外一本会好看。哦，对，没有一个。OK， 我本来是想请你帮我们观众挑选几本，或者推荐几本你最中意的最满意的。我中意的和推荐的都买不到，大家，对吧？就是好看的书或者它要不就是没办法去分享，要不然就是它已经绝版了。这个没办法去给大家推荐。那你现在买的这么多搜的那么多书啊，就是它是不是有几个主题可以归类的？对，就是我原先没有，原先就是散着买，现在我着重会收集家庭摄影相关的。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类型。对，我不针对哪个摄影师，我就只针对这一方面的内容。就是但凡他是讨论家庭关系。对。
都是你收集的范围。对，包括家乡嘛。家乡。对，也算啊。就是比如说很多摄影师就是怎么去寻找自己的故乡，他就去回到他的家乡去拍一些照片。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家庭呢？就是那我觉得家庭照片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拍到的，都有家，而且这个家是可以让大家引起一个共鸣的一个点。所以它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话题。对，因为你要去拍一些照片，其实现在很难拍，不好拍。什么呀？比如说你要去反映很大的一个主题下的东西，就很难去表达。比如说环保啊，比如说环保，比如说城市建设啊，对这些东西其实很难去拍。对，有很多主题其实不好拍，那我就拍家对我来说就是我睁开眼，我推开门，我就可以就是可以拍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大家最常拍的就是街拍嘛。街拍。对，但街拍这个东西也很难，你在街上见，你为什么要拍我，对吧？你对，那我就拍家，不打扰任何人，都是我的亲人。OK， 就是家庭的成长，对，关系的这个变化，对，这个也是好像是很多人他喜欢的一个主题。对，我遇到过那种拍4个月就可以出本画册的，我也遇到过，比如说有一些人拍2、30年的。对啊，就看自己吧，只要你找到你的切入点。家庭这个话题呢，因为它比较怎么说，它有普适性，但是它要拍好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会发现说，每天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什么新鲜感，就熟视无睹嘛。我们为什么跑到外面去，是因为会有新鲜感刺激我就有新的观点看法，我才能拍出不错的作品。但是你跟一个，比如说跟你家里人一直相处到后来，其实就其实已经是一种亲情嘛，就是他已经熟到他是你身边的一个部分，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了。这个给很多家庭给一个建议哈，就是你们相处久了以后，对对方都麻木，你就给他拍点照片啊，从有爱的时候开始拍，然后拍完了以后把照片打印出来做个相册。当你觉得你过不下去了啊，你外面遇到其他的女孩了啊，快要出轨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照片翻来看一下。我还是爱着他的，对，就是用照片去拯救婚姻吧。这个作用没有，我临时想的，我只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嘛，可以这样去用这种切入点去思考关于婚姻生活的一些话题。说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就没有新鲜感了，以后呢，你就觉得这里还有什么好拍的呢？就是日常的这个场景，把它转换成一个。摄影语言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是一种常态嘛。但是你可以通过照片看到你们两个的变化。就他可能慢慢变胖了，他也可能慢慢变老了，然后你们的家可能会有一些痕迹了，就是生存的痕迹，比如说亲家，你经过5年10年，小朋友在那边画画，各种油烟啊或者什么，他就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痕迹在上面了。就是每一天我都这样过。就人生就是一个循环，那婚姻它其实家庭那个摄影也是一种循环，对吧？它是一种常态，但是你要在常态中去寻找不一样嘛。其实说起来还是挺难的，就是从常态中寻找不寻常的那些东西。对，但其实会有，因为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肯定会有和别人不知道的一些事儿，对啊。但是这个不知道的事儿，可能大家都有共鸣。除了家庭这个话题之外呢，我还另外一个问题想问黄甫老师，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啊？就是器材党和这个翻书党啊，我就说你们翻书党啊，这之间的这种对于这个摄影历程的这种学习历程、自我提升的这个历程的这个差异性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类型的姑娘，或者是喜欢的类型的男孩子一样，就是你不能强迫他去互相交融。就是器材的，你就有文理器材，你们去讨论器材，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至少会有一个自己的喜欢的空间在里面。然后喜欢书的，我觉得你刚刚那个点好，就是他们只讨论这个书、摄影师和作品，然后并没有往外延展出来，是因为这里面没有多少人在拍作品。就是一个问题，就我不懂为什么他那么喜欢，他其实很喜欢摄影，但他从来不做。对，就他不有可能人家在拍，我们不知道。对吧？对，就是我个人会觉得，就是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一种收藏品，然后觉得是一种爱好，是一种收获。但我觉得书它只是一个学习的
一个媒介。因为我的建议，比如说就随便发，就是比如说我今年开始就会去做分享了，就是分享给大家。去说这个摄影师，大家可以怎么样去参考他，怎么样去拍，结合自己他的手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点去，你知道他是这样拍的，他只是你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拍自己的作品。对，就是他书只是我们学习的手段，就包括我去做平台做那个华纳书，其实就是你看到有这个摄影师，你没钱买你就不买，你就在网上去查，因为网上它其实是很开放的，现在它不像原先，你可以查到这个摄影师他的一些照片，他的一些经历，那你就看有没有能够学习到的点，如果有的话，你就自己去拍自己的作品，对吧？我觉得买书这件事情能力。就是丰俭由人，就是你有钱你就买书，没钱你就不买书，你在网上看就可以了。然后比如说那器材，我个人觉得就找到自己适合的器材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买很好的器材。对，就这2个圈子不交融是最好的。对，交融就会很扯，你知道吗？就很简单。我们今天晚上吃串串，那今天旁边还有人吃烧烤。那就各吃各的就好了，这样对吧？你要来吃，我觉得两个群有一个点就是中国就是他不排外嘛，比如你来烧烤你吃几串也无所谓，你串你过来吃几串也无所谓，对吧？就大家有这个，你在这个店，我在这个店，你们遇到朋友，大家相互吃几串，喝杯酒就完了，我还是回来吃，他还是回去吃，对吧？你不能说今天你就必须来吃串串，没必要，对吧？我现在其实反而很享受这种一个人的状态，就有些东西其实就是比如说分享画册，我觉得是让大家更好的去知道，就是有这么多摄影师在拍，你不要老是看那几个，还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摄影师拍得更精彩。然后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愿不愿意去分享，其实我觉得还好。第一个可能就是我拍的还不够好，就是不够自信的去给大家展现。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觉得分享其实都还好，因为我很讲究一个人。就是比如说我经常会很烦躁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这儿，我可能就躺在沙发上看书也好，睡觉也好，玩手机也好，就是有一个独处的空间，我现在还蛮能享受的。就是原先就不会，原先就会我操好无聊啊，约朋友干嘛的，但现在就会觉得需要独处一下，就不愿意去见人去分享。就是我比如说这一年我可能在家待着，我觉得我都可以待得住。就是我觉得岁数给我最大的成长，就是我可以一个人面对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很难啊，就很多人为什么要各方邀请好友一起聚餐，就是他怕一个人面对自己。对，我就觉得现在我挺享受一个人面对自己，我觉得挺舒服的。第一个，不用去考虑别人的感受，然后自己也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觉得挺舒服的。可能骨子里面还是太懒了吧。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敢，就是一个人独处。对，他怕无聊嘛。独处是一种寂寞嘛。其实是一种怯懦。我觉得啊，他不敢去面对自己。对。他就需要用各种的外在的东西去把自己填满，然后自己那就不用去考虑自己的那些东西了，因为你独处的时候，你要面对自己嘛，你要去思考那些只有自己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对，我觉得面对自己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就享受独处，其实在这个时代是很难的。对，而且现在我发现，有了社交网络以后，每个人其实更孤独了。对啊，就是你可以在微信里面见的说的事儿，你可能就没必要见面了。是啊。就是反而科技进步了，人的距离又远了。所以我其实这期节目是可以视频连线给你的，我不用飞过来。飞过来对，但我觉得见面有一个好处，看一下，小袁同学这么可爱，然后我这么胖，是吧？不，我觉得是，我觉得飞过来这个就是特别让我感动，就是对生活还有很多的热情，对，就是能够还对，就真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能想到什么就去做，其实是蛮难得的。我原先当老师，我还觉得我要拯救世界，然后肩上有很大的责任，然后后面就觉得彼此和解吧。跟谁和解？跟世界和解吗？还是跟学生和解？都。因为当老师这个点就是，其实我当老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不能说
你应该怎么去做。我只能给你说，不同的方式可能的效果和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见解。但至于你怎么做，你还是要找到自己。其实我一直以来觉得摄影就是一个找自己的过程。找自己。对，因为摄影就是每个人都是在通过摄影去表达嘛。没错。那你的表达方式是因为你看世界的方式不一样。那但摄影就是一个找自己的过程。我就很好奇，就是因为你现在的学生都是应该是10后了吧？10后的孩子啊，现在是什么这个情况？因为我距离那个太远了，我都不了解。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世界。那当然了。就是他们是属于吃烧烤的，我是属于吃串串的。那差得不远嘛？还是挺远的，隔了一条街。就是没办法一起交融。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多，他不会是仅靠老师去单一的，他自己会获得很多途径，所以说更多的不是说就是交流，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现在年轻人不是他本身就有很多的表达的渠道和欲望，就是所以你跟他们说摄影也是种表达，其实他们本来就会表达。对，我觉得就你通过摄影去表达。就是他们缺什么东西，他们可能就觉得自己很优秀嘛，然后因为每个人其实共同的经历、共同的逻辑都是年轻的时候觉得我就是全世界，我可以改变世界，我是最优秀的，因为他看的太少了，他就会觉得自己是最棒的，所以说每一代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社交媒体让他变得更自我一点。摄影其实也是一个凸显自我的一个方法吧。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了，然后拍起来其实都很容易，所以你在教他们什么呢？就摄影技术啊，怎么用相机。原先还会有让我惊艳的，就是有经验的那种学生的作品，然后现在很少了。我估计是他们不怎么用心吧。或者是这句话删掉算了，应该是我教的不太好吧，应该用这句话，应该用这句话，我教的不太好吧，因为你永远不能说学生不好，你只能从自身去找问题，这个是我的观点，不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对，但学生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每一次看到年轻的学生的时候，就会想起年轻真好。是真的年轻真的真好，就看他们就是对生活有没有热情我不知道，只是觉得熬夜以后第二天还可以上课这件事挺厉害的。后面你有什么就是打算和计划吗？就是未来我会更多的去分享，线下分享，就面对面的分享。我可能一周会有1-2次去分享画册也好，大家一起交流作品也好。就是未来我还去想收集大家的照片，去做一些电子相册分享给大家免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让大家除了看摄影师以外，看看身边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人，就是想做那个烧烤和串串中间那个圈，就让大家看一下别人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去学到别人一些精彩的东西，然后去填补自己欠缺的东西。因为每个人他的就是个人的经验、学识不一样呢，他同样一本书呢，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见解不一样，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可以在他们身上去学到的东西。但是有很多的年轻人来问我，或者说他小白刚刚入门的时候呢，他说他看不懂，或者说看不进去。对啊，看不懂是很正常，就放到这样。对。不懂你懂了，你也不是小白啊，就是不懂，就让他不懂就好了。你经历过一个时间的岁月的磨练以后，你可能还是不懂，那不懂就放那儿，你干嘛懂它，对吧？懂了你就会摄影吗？不会啊，就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他不懂，你努力一下。你懂了，那就懂了。如果你努力一下还是不懂，那就不懂啊。就人生有很多不懂的东西，会有很多困惑嘛，是不是？这就说明摄影不适合你啊，你就不要摄影啊，你就换个钢琴、跳舞啊，对吧？踢球、打篮球不好吗？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作为老师，你不就是应该传道授业解惑吗？我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我才让你不要花不必要的时间去做你不擅长的事情啊。对吧？就是比如说摄影，对于你一定要通过摄影去成名的话，那这个过程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对。而且它不一定适合你。就是每个人的天赋的上限都在那儿。就是你擅长的东西，可能你发现在摄影里面你去钻到底，可能还是不适合。那你耽误这个时间干嘛？你可能适合去
开个面馆啊，开个火锅店啊，开个烧烤店啊，都不好吗？但年轻人的迷茫往往在于我不知道我适合什么。所以说你就去试错噻，就是比如说你教而不懂 ，OK， 你在网上有这么多资料，然后网站上有这么多人解读，去看，然后去体验，那你如果还是 get 不到他一点，那可能就教尔这种方式不适合你，你可以换一条路去走，你可以试一试街拍，试一试家庭摄影，对吧？试一试拍那个人像，或者各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试。完了以后，你觉得摄影你还是不行，那你不要在上面耽误时间了，你就做一做其他的。跑步、健身，找一个工作先上着，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再去找自己啊。不懂就有些人生很多东西都不懂的，懂了太累了，就不懂就人他不懂吧。我觉得有些孩子很可爱，就是他很执着，你知道吧？他就我一定把它搞懂，然后我一定要。那对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学习这个事儿，它网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永远觉得学生，你不要遇到问题就来问，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我怎么都在问，你是个人，你是个成年人，那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又作为一个人的基础上，你又是个成年人，你可以自己查资料。但你不是老师吗？他来问你很正常。对，但是你自己没有经过思考啊。你老师这条路怎么走？妈的，百度导航啊！就是人生的你的成长，不是说老师教你怎么做你就去怎么做，而人生的成长是在你经过思考犯错以后，你再去问老师，老师通过他的人生经历告诉你可能会这样，也不见得老师就是对的。对，因为老师可能活得比你还失败。那不至于。不，真的，只是我个人觉得，因为你未来有无数的可能性，老师就这样了，可能老师。岁数比你大一点，看得比你多一点，查资料比你会一点，没有了。他的人生过得可能比你还失败，因为你的人生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性。你会找到比他还好看的伴侣，你要有比他多的机会，对吧？你会比他跳出的圈子更广。那你不一定就是老师是对的，老师他可能只是给你一些见解。你们是一个讨论过程，问问题一定是经过自己消化思考以后，哎，老师，我觉得这条路不是这样走，我可以这样走，哎，可以啊，虽然绕了，但这个就是你的东西，对吧？就跟我们说，你去模仿一个东西也好，无所谓，你去模仿，但是你可能用不到他的方法，但是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方法达到一样的效果，那对你来说就是成长。大家都说老师就应该是标准的，老师没有标准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发生，要容许不一样的东西存在，也要容许你自己有很多问题存在。我人生就我好多问题啊，那我还有没有很多问题没解决？我问你，你能告诉我吗？你的老师，对，我老师都死了吧？你不是我，你又不是黄埔叉叉，王埔叉叉，你是你啊，你要找自己啊。对吧？而且不要觉得老师是对的，老师可能都是错的，老师可能都是网上查的资料告诉你的。等一下，查一下，哎，是这样的，真的，我觉得自己还是保持自我吧，就是勇敢的说不。记住啊，老师不一定是对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老师就是喜欢推卸责任啊，说不是推卸责任，不是推卸责任，是实话，真的是实话。我觉得你一定要。找自己，摄影更是了，摄影要求它很主观嘛。对，比如说我期末永远会给学生说一句话：你们的作品在你们这个时候，你们拍出来照片对你们来说都是满分的东西。但是因为我有我的标准，有我的审美，有我的对一个东西的好坏，我会给你们打一个我的分数，但它不是决定你们到底好还是坏的东西。但是最后毕业分数不是还是你打的吗？不是，是那个课程分数啊，所以我的平均分都是85分，我不会给太低，除非是那种不上课的又烦的，我就会给70多分。只要你来保过是吧？对，你来就保过，不要作就完了。对，摄影挂科这个是不是扯淡吗？我也没听说过摄影会挂科，除非他。照片全拍在不是西南人也不能挂科啊，就是挂科都是不来的，不来才挂科。OK， 我听到了。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摄影课还是挺好上的。这一课真的好上，就是但是要上很久，就8点半到12点。
就是我会尽可能的在有限的时间给他们多看一些东西，睁开眼界，但是他们可能不懂。我的原则就是你可能不接受也不喜欢，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有这些东西存在。还有一种呢是你当时在当下可能你不太理解或接受，但是你成长了以后你就能接受了。像那个室内都的那个，我一开始就不能接受，就是或者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因为它的风格或者因为它的一些内容，可能我觉得这个不喜欢，可能那时候我更喜欢 Alex Soss 这种风格，但是呢后来他不是在国内出了一本书嘛，我也不喜欢，那本书做的很差，页边距也没有，字这么密，我不喜欢。但是慢慢的你再去看，反过来再去看这个前2年自己看过的那些他的作品，你就会有一些新的感触。比如说经过疫情这3年，哎，你的想法变掉了，你就说哎呀，我好像能够在里面看点东西出来了。我发生这些转变了，并不是说我以前不行啊，就觉得哎，这个成长就是你通过一本书，你关照了自己，照射自己的一个成长，这个我觉得这本书就有价值了，就像它像一个镜子一样，而不仅仅是他是个老师说他教会我去怎么去拍，而是说他折射出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那这本书我就买对了啊，对，不是说我现在也是，就是以前呢专门是喜欢买喜欢的书，就自己符合自己的偏好风格，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我要去看，就所谓走出书那你就专门看不喜欢的也不是专门看不喜欢的，就是说你会挑一些就是想尝试一下。那你这个还是挺刺激的，这个一想这个男的我不喜欢，那我要和他处一下。对吧？挑战一下。对我这个男人我不喜欢，我要去处一下。这个我不喜欢，我要去处一下。对，就这样你会才可能从当中也会了解说，这个挺刺激的。我是真不喜欢，或者说其实我还是喜欢的，因为你怎么了解自己呢？你就是去尝试嘛。对。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但试错成本有点大。对，买本书还好。买本书还好了。就像我以前我来成都，我辣的不吃的，他们说你来成都不吃辣你要饿死的。我现在吃了几次，但成都其实高档的餐厅的川菜其实是不辣的，不辣的都是吃不起的。哪有？真的。对，就是你得尝试了以后才会知道其实自己是可以的。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一点，就跟我给那个毕业生说一样，就是你大学回头望去啥都没有，就是你不断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都是玩手机、玩游戏。你去谈恋爱啊，去试错啊，被伤害啊，你才能成长啊，对吧？就是你不是你要不就努力学习，考各种证，对吧？什么东西？我真的是有时候蛮担心这些小孩子以后会失去正常跟真人交流的能力，爱的能力，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爱。和可能他跟父母很好，但他是通过吵闹、背叛的方式去。对，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生存之道，这不是我们担心的。对，就跟我们当年还去未来怎么办，就未来还不就这样了，就顺其自然。对，但年轻人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学会那些东西。就像你那天我问你，就是你怎么去给那些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准备以摄影作为自己的一种选择的年轻人的有什么？我觉得你还是挺厉害的，一下又把这个话题扯回来。没有啊。就是那个，他其实就是怎么给年轻人一些建议，我觉得是先养活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先养活。对，我觉得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其实大家都在说找不到工作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工作有很多，只是大家还有怎么之前不是有话题，孔乙己脱下衣服，就我觉得没有工作没有贵贱，工作它只是比如说这个人和你交往，他的头脑上是有可取之处，就是人和人交往，它其实有一定的目的性的，就是比如说有可取之处啊和可用之处，或者未来可用。但是你比如工作也这样的，大家可能就追求那个办公室啊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挺好的。我晚上去当服务员，我觉得挺开心的。对啊，就是工作有啥？你最后把钱拿到不是最好的事儿吗？对吧？我在国内打工的时候遇到那些
学生的时候，哎挺好，哎黄老师，哎挺好的，来做你一碗冰粉，大家都很开心啊。所以这边哎呀怎么当服务员，我觉得无所谓，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自己开不开心自己最重要。你又不是为别人活，就是大家太在意别人了。可能年轻人他不甘心，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他有，哎呀，我有理想，我有艺术追求，我有抱负，现实和那个理想的这个冲突啊，对他们来说其实还蛮撕裂的。因为我聊过几个小朋友，都是这样。我生命中遇到过很多艺术家，他们就是生活的很艰辛，然后去拼尽全力去做作品，有出来的也有没出来的，就是有很多种活法，你要不就是不留遗憾的去做，能成就成，不成你就去好好生活。但是你不一定这个东西能成，因为在当代这个环境下，你的作品好坏不一定是你自己说了算。这个我觉得就这样，你可以奋力一搏去试一下。那如果不行，你就好好先生活，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我先去体验生活，先去感受生活，很多人就。他可能想法很多，现实很骨感，然后呢，就其实他的，怎么说呢，就是找不到一个路。全家人都为了你去搞艺术作品，我觉得这个是反人类的事儿。别人最大的尊重就是不麻烦别人，就是你自己不能靠自己去做东西，你要去靠很多人去滋养你去做这个东西，其实你不尊重别人的，对吧？你出来不了，那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是艺术家？以这个口号当一个借口，你就先好好生活，找个班上去送外卖，当服务员，先把自己养活了，对吧？我省吃俭用，我住地下室，我再去做我的作品，靠自己，那你的作品绝对不会差好远，对吧？你享受了生活的低潮，对吧？你品尝人间的疾苦，你的东西是有厚度的。先学会怎么生活，怎么去理解生活，然后学会去爱这个生活，爱这个世界，然后你才会有东西从心里滋长。对，当然你能遇到一个爱你的人资助你，我觉得也没问题，这是最好的状态。那也是命中注定的。对，命中注定的缘分，也是命中注定你能火的一个点，一个起点。上了年纪以后呢，越来越相信这个宿命了。就很多的东西呢，都是命中注定的。就你碰到你的爱人，你有了这么个孩子，然后你有这么个家庭，然后又发生很多事情，这些一系列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已经命中注定好的。你就去尝试去理解、去接受、接纳现在的当下就可以了，就不用去挣扎、去纠结、去思考太多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就像既来之则安之。对，这个就是刚刚你问我，那年轻人做艺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该你的就是你的，没有你，你就是艺术家。对，有可能你命中注定就不是艺术家，你被遇到那个东西。就不要拧巴嘛，不要勉强，放松一点。对，但其实你没发现吗？真正聊天聊摄影，其实我觉得纯讲摄影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其实生活才是所有的根本。对，因为摄影你聊这个人他的参考意见并不能释放在任何人身上，你只能去体会他的创作的过程，然后他的作品的表达，那最后的东西还是要靠自己。所以说我说摄影师找自己，其实看作品是最好的，然后看一些他的背景的资料，他的成长的资料，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作品，他的生活经历或者是他的创作来源，对吧？你可以，但是你要去让他讲摄影，其实这个是他的东西了，他没办法复制到你身上。所有艺术其实都没办法复制，你只能去参考。我觉得参考这个是很重要的。参考，然后寻找到自己的。对，找自己嘛，这个才是最的。这个就是摄影对我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寻找到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认真生活真的当然你这个话说听起来很老套，他们不爱听的。真的吗？他们喜欢听啥？他们当然一个干货赶紧。哎呀，干货就是那个怎样？没有干货，干货是啥东西？对吧？就是可以说怎么拍。对啊，所以呢，以后呢，就是如果要想有干货呢，线下到我们黄甫老师的这个工作。不用来，没有干货。我觉得干货是啥？干货就是
你多去体验生活就是干货。对，很好很好。以后我们请黄甫老师专门来教大家怎么安心心的去创作。不用，就是大家聊聊天、吹吹牛、喝喝酒才是最重要的。你觉得今天下午采访以后有没有什么收获吗？当然了，收获啥？就是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好好谈恋爱。我估计大概能涨100个粉的。可以，那就可以了，涨100个粉，涨100个粉丝，可以。感谢。